朵洛丽丝·坎南是一位著名的催眠师，他从事催眠工作已经超过了40年，积累了数千个案，进行了数万次的催眠会谈。他的客户横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商人、好莱坞影星、科学家，甚至是医生都曾经找到他来解决一些疑惑。坎南在他一生的研究和催眠工作中，总共出版了超过17本书，内容主要围绕在前世回溯、灵魂旅程、外星文明、灵性进化等深奥话题，至今仍受广大的读者喜爱。从1980年代开始，他还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公开演讲，直到2014年去世前都非常活跃。然而，坎南并没有专业的学历，那么他的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呢？他又是怎么成为一名催眠师的呢？坎南于1931年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原本只是一名平凡的家庭主妇，直到1960年代初，她的丈夫强尼作为海军在一次演习中受伤，当时的军医常用催眠来帮助士兵减压和止痛，强尼因此接触了催眠，没想到疼痛真的减轻了。就这样，他对这门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自学成为了一名业余的催眠师。回到家后，他就将这项技术应用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主要是用来帮助他们戒烟、控制体重，或者是解决一些轻微的个人问题。而坎南也在一旁一起学习。就是这么一个意外的契机，让这位家庭主妇踏上了一条非凡的催眠治疗之路。1968年，一个特别的催眠个案成为了坎南人生的转折点。这个个案是一名患有焦虑症和暴食症的女子，她尝试过各种的传统疗法，但是都没有效果。坎南和丈夫就通过催眠来找出女子的问题根源。在一次催眠引导中，女子进入了深度放松的状态，本以为她会回忆起一些导致她焦虑和暴饮暴食的童年创伤，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在催眠的过程中，女子突然换了一种完全不像她本人的说话方式，她也没有提到过童年，反而是开始细讲自己在1920年代的生活。她声称自己当时是一名住在芝加哥的社交名媛，细细描述了参加的派对、华丽的衣服、和丈夫的相处，以及当时的生活环境。他甚至说得出那个年代特有的建筑风格、街上的车辆，还有社会氛围，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生动，听起来不像是凭空编的，更像是真实的回忆。坎南和丈夫立刻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童年回忆，而是前世记忆，这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持续帮这位女子进行催眠，记录下了更多有关她前世的细节，甚至在经过多次的催眠疗程，女子还回想起她那一世是因为车祸而丧生的。神奇的是，在释放了这些前世记忆之后，女子焦虑和暴食的问题竟然不治而愈了。这个个案让坎南意识到，前世记忆确实存在，并能够通过催眠回溯
而且很多人今生的问题，其实可能来自于他前世未解的创伤。只要回溯并理解那些经历，就能够帮助疗愈今生的困扰。这个个案成为了坎南前世回溯工作的起点。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和记录催眠个案，并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前世的资料，最后自创了一套量子催眠疗法 QHHT。 通过这种疗法，它能够引导人进入一种很深的催眠状态，叫做梦游状态。一般的催眠专家认为，大约有20到3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能够自发进入梦游状态。但是坎南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过他的自创疗法，每20-30人里只有1个人无法进入，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进入那个深层次。在关闭意识之后，坎南接触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他发现人类的生命在轮回当中当过很多不同的角色，有的曾经是农民、士兵、僧侣或者是王族，甚至有些还不止当过人。他发现多个个案曾经是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和空气等都有。比如坎南的一个个案描述自己是一棵活了几百年的老树，他形容自己是怎么样感受阳光和雨水的。他还说，所有的植物之间都有心电感应，能够互相沟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渐渐的，卡南发现他能够连接到每个个案中他们更深层的意识。他的疗法竟然可以完全绕过一个人的意识，然后直接和他自称是那些个案的高意识对话。这种所谓的高层意识，就是现在人们认为的高我，或者是在灵界里的指导灵。不管是高我还是指导灵，他们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因此也能够回答关于宇宙、地球，甚至是整个人类发展的问题，就像是一个掌握了所有答案的高层智慧的源头。坎南把他们形容为宇宙的图书馆，也是因为这样，他从中得知了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甚至还了解了灵魂的旅程和因果法则。坎南因此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一层认识。在坎南的生死之间这本书里，描述了上百位被催眠的个案，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年龄、背景、文化，却在深度回溯中描述了惊人一致的死亡经验。这可不是幻觉。坎南认为，如果这么多人在不相关的情况下都能说出相同的内容，那就不只是巧合。这种可重复性就像是在灵性领域的科学实验，这里边一定存在着某种真实性。所有的个案都感受到在死亡后，灵魂轻盈地离开了身体，像是脱下了厚重的外衣一样，然后他们会进入到一个过渡空间，那里会有类似导师的指引者来迎接他们。接着往生者会被带去回顾一生，从中灵魂不仅看见自己一生的选择和行为，更会从别人的角度感受到自己曾经带给他人的伤害或者是喜悦。很多人在这里才意识到，原来一句无心的话会让对方那么痛，原来一个动作影响如此的深远。用坎南的话讲，这就是业力的核心运作方式。这个时候不需要神来审判你，你自己就在审视和评估自己了。
在灵魂回顾完那一生之后，往往会做出新的决定，一般都会想，这一生我没有做好，那下一次我要弥补，这时我们是夫妻，下世还当夫妻。但是角色调换过来，凯南强调，灵魂与灵魂之间就是这样不断的安排、轮替、学习、偿还，直到课题圆满，善恶都会有相对应的回报，这就是因果法则最直接的展现。在无数次的催眠回溯中，坎南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这个地球是一所学校。他认为灵魂来到地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带着计划的。地球是一颗充满了挑战的星球，因为在这里灵魂必须学习2门最难的功课，那就是情感和限制。在其他星球的时候，灵魂也会学习，但是课题很少像在地球那么激烈，而人在地球上又是拥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灵魂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每个灵魂都带着自己准备好的剧本来到人间，但是当所有的灵魂的选择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生命就会因此变得复杂而不可预测。坎南常说，在地球这所学校里，人不能够跳级，但是可以重修。灵魂必须学会某一课题，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学会，就会一次次地遇到相似的人和事件，直到我们明白这背后的教训。如果有的人老是遇到同类型的伴侣，或者是同样的困境不断的重演，那就是因为灵魂还没有毕业，功课还没有学完。关于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在想，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投胎之前就记住自己的剧本呢？那样不就不会出错了吗？灵界的指引者却告诉坎南，如果人世先知道了答案，那就不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了。坎南从他遇到的个案中还了解到，地球是唯一一颗出生时就完全被抹除了记忆的星球，这就是地球学校的巨大考验，要在全然遗忘的状态下寻找真相。他说，在一次催眠中，高层意识展示了一个景象，那个景象中，无数的人影弯着腰，满身扭曲，像是背着沉重的负担一样。高层意识告诉他，这象征着灵魂一次次的轮回，背负着未完成的课题与业力，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却依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就是业力之轮的困境。坎南在过去的30年做了很多的催眠，几乎每个人都会完整地描述他们的前世人生，并从中找到他们这一世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状况到后期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自己的催眠技术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甚至超越了以往。在后期催眠过程中，坎南发现，很多时候个案不再是像之前那样回到前世，而是回到了源头。这些个案都谈到了一个明亮温暖、充满爱与安宁的源头，很多人一到那里都不想离开。他从中得知，灵魂的来源就是从源头分裂出来的，如同无数的火花，有的成为了星球，有的就成为了灵魂。每个灵魂都带着任务去体验、学习、
然后再把经验带回给源头。而地球是灵魂体验的重要舞台，我们在这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经历男女、贫富、各种文化和种族，去学习完整的经验。业力会在其中平衡着人的所作所为。每一世之间，灵魂会回到灵界，接受指引，再带着新的任务回来，最终回到源头，完成合一。坎南认为，当人们开始寻找答案，探索心灵时，那就代表着他已经走过了很多阶段。虽然每个个案诉说自己回到源头时会感到不舍，不想离开，但是最终他们仍然会回到人间，因为这些灵魂感到地球需要帮忙，地球在呼唤他们，他们有使命，必须回去帮忙，这就是他们最终回到人间的终极理由。在坎南40多年的催眠生涯中，他做了成千上万次的前世回溯，也和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个案对话，而他们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在地球上的前世，其中还谈到了他们在其他星球或者是其他维度的生命经验。奇妙的是，所有的讯息开始渐渐地指向了同一个核心，貌似某些事情，某种巨大的转变即将发生。他发现那些素未谋面的个案们，从未读过他书籍的人，却在疗程中说出了相同的内容。他们谈到了一场维度的转换和一次时间线的分裂。他们说地球正在扬升，即将进入到更高的振动状态，而只有频率相符的人才能够随之跨越。坎南将这些线索一点点拼凑起来，他总结出了一个结论，那个更高的振动的状态其实就是新地球。但是这个新地球指的并不是另一个星球，我们也不需要通过宇宙飞船飞过去，它是这个地球的平行版本，在更高的频率的运作而已。坎南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告诉人们，万物都是有意识的，一切都是活的，地球也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它和人类一样需要进行轮回，只不过它轮回的过程时间更长，而现在它正要进入另一个维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地球必须改变自己的振动频率。坎南说，转折点正在逼近，不管我们愿意或者是不愿意跟上，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从旧的地球会分离出来一个新的地球，旧的地球会留下所有的暴力、灾难和负面能量，而新地球则是一个美好而纯净的地方。在这个关键阶段，人类的能量和频率会开始分裂，一部分人会留在3维地球，他们会被恐惧控制，与物质主义所捆绑，无法跟上转换的步伐，所以只能停留在旧地球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进入5维地球，一个充满慈悲的世界。坎南认为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也是宇宙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宇宙中的其他的生命都在观看着这一切，看着地球上的我们能否成功。如果我们想去到新的地球，那么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振动频率，和地球同步。根据坎南的说法，这种变化，地球的振动频率和能量
在那个时候逐步改变，等到能量足够强大，就能够把地球推入下一个层次。但是整个过程不是突发性的，而是缓慢而逐步进行的。因为能量如果突然转变，人的身体会无法承受，从而造成破坏，所以必须慢慢的来。实际上，新地球的概念不只是坎南一个人提出，美国作家安妮·科克伍德自称曾经通过内在启示的方式接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讯息，内容涉及到地球的未来、灵性觉醒、爱与和平等主题。他在一次会议上分享了一个他看到的印象，他看到地球像是一个完整的球体，然后开始分裂，就像细胞分裂一样，慢慢地拉开，最终变成了2个地球。在分裂的过程中，他听到新地球上的生命说我们成功了，但是在另一边的旧地球，他又会听到有人说真可怜，他到死了还相信这一切。也就是说，被留在旧地球上的人是完全不会意识到另一个地球的存在的。旧地球仍然在低频震动中存在，但是那里充满着动荡、灾难与苦难，而同时另一个地球则进入到了新的维度，以及更高的震动频率，快到几乎隐形。因此两边的人都不会意识到任何的事情曾经发生。这似乎说明了科克伍德所看到的意象是和坎南的观点对上号的。更离奇的是，在坎南的一次讲座中，当他描述2个地球分裂的情景时，观众席上的一位工程师突然感觉到整个礼堂瞬间黑了，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外层空间正在观看着地球分裂的一幕。回家后，他就用电脑试着重现他所看到的景象，于是就做出了这张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到，新地球的表层是发光的，而且正在从旧地球中分离出来。甚至有人发现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诗句中曾经暗示，将来会有一个时代，那时强大的力量将转移，人们的意识将从沉睡中觉醒，天空中还将会出现2个太阳。他诗中的2个太阳会不会就是指新旧地球分裂所出现的2个太阳呢？坎南在早期的催眠工作中自称通过一位客户意外地连接上了诺查丹马斯的意识，这个个案收录在他的著作《与诺查丹马斯对话》中。这位预言家的意识向坎南传达讯息，澄清了人们对他预言的误解。其中提到，他的预言指的并非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警告，目的是给予人们改变的机会。他还说，地球和人类即将经历一场重大的维度转换，并强调有一个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意识，才能和地球一同进入到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新世界，否则将会被留在旧的世界里。如果说地球真的会产生一个分离状态，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提升频率，一起转移到新的世界呢？坎南解释道，阻碍人们生平进入到新地球的重大的因素是业力和恐惧，这是人们需要放下的。
因为就地球存在业力束缚，人一直被困在其中，一世接着一世不断地偿还业力，而新的地球是没有业力的，所以人们必须清理业力，才能够进入到新的地球中去。恐惧是人类最强烈的情绪之一，它是一种幻象，而真正存在的只有爱。那么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清理业力呢？根据坎南的说法，清理业力的方法就是放下和原谅。他把业力比作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或者是垃圾，是那些不需要的东西，也是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原谅曾经伤害自己的人，那么就必须再次和他们重演同样的经历。无论我们对谁生气，曾经有过怎样不好的童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放下它。执着于过去的垃圾对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要原谅这些伤害自己的人，根本做不到。坎南因此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心中想象着那个人，然后在心里对着他说，我们曾经为这件事情努力过，但是最终还是不行，让我们撕掉这个合约吧。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想象自己把这个合约撕碎丢掉，之后心里对他说，我原谅你，我放过你，我让你走，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联系。当能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些人就再也无法影响我们了，因为这只是一场游戏。当我们放下时，它就不再起作用了。有意思的是，坎南还提到，我们不只要原谅别人，还必须原谅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先原谅他人，再原谅自己，必须是真心去做的。当我们做到清理业力和放下恐惧时，通过这样调整好自己之后，人就自由了，也就准备好跟随新地球前行了。按照坎南的总结，其实地球上已经来了3波志愿者，在帮助地球提升维度。其实在很多方面，坎南的工作貌似是延续了20世纪初被称为沉睡的先知的埃德加·凯西未完成的探索。他将直觉与科学相连，把神秘与实际融合在一起。想当年，凯西能够进入出神状态，提供医学诊断、灵性洞察以及预言性的视野。他曾经预言海平面上升、地极移动，以及一个具有高度觉知和超感能力的新族群的出现。这种全新的人类将拥有更高的意识与心灵感应的能力。而且他还预见了物质主义会逐渐崩解，而灵性的黄金时代将会展开，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和坎南谈到的也是一致的，两个人都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震动提升，也都强调了自由意识才是决定性的力量。从古至今的预言都在提醒着我们，人的意识是最主要的，提升意识也是我们生生世世来到地球所必须学习的。或许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回了，而在这场最后的大考试中，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是否有资格前往到美好的新地球中去。有缘人
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顺应天道，内心安然，全然信任宇宙的安排，与新地球的频率同频共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